是爱喝奶茶的奶爸狗狗，来自上海。壮游记拍摄于2021年10月，而现在所听到的配音都非当时尚未做 YouTube 说话科班的那个狗狗的原声。得益于疫情那段外出都离不开口罩的特殊时期，使我现在直接把原声消除，在后期配音也毫无违和。那次拍摄的影片一直存在于手机中，之所以会想要重新拾获，是因为最近看见妹妹刚出生时期拍摄的影片中，与现在相比变化非常大。年纪大了的人就爱回忆，所以趁壮壮半岁时的环岛游记忆尚存，做成影片留下回忆，将来再看也是一种乐趣。从台北出发，开启顺时针的环岛之旅，第一站便是新北市的标志之一野柳公园的女王头岩石。野柳公园属于地质公园，地形狭长，位于海边，太平洋的风吹在身上，整片海景非常壮观。一边是斜着水出的海浪，另一边就是形状迥异的地质岩石，从这边就可以看到真实版的女王头了。我们看，这就是女王头了。从某个角度看还比较像，然后如果转到这一边，你说是怪物头，我也相信。其实相较于刻板的岩石，猛烈的海浪更吸引我。看这些洞都是被海水侵蚀出来的，还时不时有螃蟹钻出来。看到没有，一只很小的螃蟹。看这个洞里有一只很大的螃蟹。哦，是活的还是死的？看不出来。真的，看海啊！还有浪哦。野柳公园走一圈大概20分钟。由于当日海风较大，怕壮壮着凉生病，所以后面有座看起来像小山一样的地方就没有去。我们看，发现一颗恶魔果实。什么感觉？在野柳对面的 7-Eleven 用完午餐，就前往了壮游记的第2站十分瀑布。前2天刚好下过雨，十分瀑布今日的水量应该十分大，有点期待哦。壮壮，想去看瀑布吗？壮壮，壮壮，想吗？想看瀑布啊，壮壮。要看瀑布，好开心啊！壮壮，壮壮，看到台铁从边上经过，将来如果有机会，一定要坐一趟火车环岛。没想到那么快，壮壮就走过了人生中第2座吊桥。跨过吊桥，然后这一片有点像《千与千寻》那个洞穿出来之后，小唐僧骑马去取经啊！十分瀑布就在眼前，水量超大，我们赶快走近看一看。好壮观哦！这里就能感受到水汽。下过雨后的十分瀑布真的十分壮观。傍晚时分到达了第3站九份，天空开始下雨。check in 之后，我们就到了据说是芋圆发源地的阿甘鱼芋圆。因为天气不好，需要撑伞就无法拍摄。翻看了照片才记起，后来在阿妹茶庄吃的晚餐，傍晚完全无游客的九份老街，以及老街某条巷子里超级像果果的涂鸦，这些都是九份的记忆。
现在在走老的苏花公路，因为只有这一段才能看到清水断崖的美景。现在已经有新的苏花公路，没有以前那么危险，不会平均3天死1个人。但那个脚踏车不能走啊。这里脚踏车不能走。苏花改啊，苏花改，那对啊，有苏花改，这里脚踏车随便走，很安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喝奶茶的奶爸狗狗，来自上海。看看当时的自己，才发现2年多前只有1个孩子的时候，眼里还是有光的，白头发也要少很多。唉，说多了都是泪。远雄海洋公园位于花莲，是一个包含海洋生物及游乐设施的综合性公园，和香港的海洋公园有点类似，只是规模上要小了不少。当日雨还不小，在室外观看演出时非常不方便，一手拿雨伞，一手要拍摄，壮壮也不知道会看多少，让他感受了一下气氛后，就打算先去室内看海洋生物。大熊海狮先生的下午茶哦，有没有很多？我们要均衡营养，所以呢，每一种都要吃。好，那我们呢，现在举起你的手，跟我们的海狮先生说声拜拜，让他进去休息吧，辛苦你。太好了。看水母哦。水母哎，渣渣，水母啊，水母啊。他一直在看。这个缆车看出去就是太平洋的海景。海洋生物馆出来后，旁边就有直达公园最高处的缆车，哪怕下着雨的阴天，太平洋的海景依然非常棒。而且当日人流非常稀少，所以我们就来回坐了2次缆车，毕竟当时的壮壮可以玩的电动项目几乎为零。哦，无敌海景！离开公园，住宿就定在不远处地中海装修风格的民宿，窗外面朝大海。今天是壮游记第3天，我们开车去太鲁阁，路上要接近1个半小时。张张开心吗？张张你就玩水壶啊？玩水壶玩得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张张，喝的脸上都是水啊，小傻瓜。第3天首先要去的是行程第5站太鲁阁。虽然领略过藏地澜沧江的峡谷，但是行驶在太鲁阁的峡谷中，依然震撼于这自然界的鬼斧神工。太鲁阁国家公园，整个太鲁阁都分布在中央山脉的峡谷间。虽然今天艳阳高照，但是峡谷间真的蛮凉爽的。两边的山很险峻。太鲁阁公园内有一条中横隧道，这是可以跨越中央山脉，从东边的海岸线到达西边的南头。这条隧道在2018年才通车，因为之前发生过事故，所以陆陆续续一直在修。哇，泥水滔天！有些记不清是其他景点在修缮没有开放，还是带着孩子不方便深入。我们只是去了九曲洞走了一下，大致的欣赏了一下太鲁阁的壮观，心想反正以后还会再来。
那就把其他景点留给以后好了。全是贴着岩壁凿出来的山洞，所以都会滴水，水帘洞。第6站是瑞穗乡的瑞穗牧场，到达的时候刚好是下午茶时间，先祭一下五脏庙吧。吃完都忘记拍摄了，只能靠翻看照片重新浏览现场的景象。而后经过风景优美的博朗大道，这是我很喜欢的景色。往远处无限延伸的大道，在地平线处与远山相交，两边是一望无际的稻田，轻拂过稻穗的微风吹在身上，让人无比放松。晚上抵达台东，老婆特意预定了可以泡汤的民宿，让壮壮第一次在宽阔的浴池内体验了一下温泉。壮，今天是行程第4天了，你还没有习惯这个气座，还会坐在上面闹，不肯睡觉啊？壮游第4天，无拘无束的壮壮依然不习惯坐气座，时不时会在上面闹。一早从台东出发，当日要经过太麻里金针山、多良车站，最后抵达垦丁。站长，我们现在在金针山上。我记得金针山的山路汽车非常难走，导航也完全出错。不过对于爬山爱好者的我来说，依旧兴致盎然，呼吸着山里充满负离子的空气，背着小壮壮小跑了起来。下山的时候还在一个观景台处看了海天一线的美景。然后特意去了太麻里的一处民宿，左奶奶的家。2019年我骑行环岛时路过此处，主人的热情以及民宿如家般的温馨让我记忆深刻，没想到还能再度经过，便去拜访一下，可惜当日主人不在。而后在多良车站打卡用餐，见到了非常梦幻的海边铁路，这一路的海景都非常优美。到达垦丁后，先去了社顶公园。说实话，即使翻看了照片，我也不太记得这个公园有何特色，只记得壮壮有坐在草堆上，所以这个景点可以忽略不计。而后来到据说很平价的邱家生鱼片，不过说实话，虽然生鱼片不贵，但其他菜不便宜，一进一出就差不多了，也是一种商业手段。夜色下的垦丁大街商业气氛浓郁，充满了游客，热闹有余而稍欠特色。跟任何一处的任意一条夜市街都差不多，稍稍逛了一下便离开了。第5天上午到海角7号和阿家的店打卡后，出发前往垦丁白沙湾。至于我这样一个不追星不赶潮流的人，为何要去海角7号打卡呢？是因为电影里的台词是我当初追老婆时常常借用的话。垦丁往台南出发，经过白沙湾。白沙湾，当然没办法在地上玩沙子，小朋友在踩沙子，抬手去摸了。在沙滩印上一个小脚印后，继续出发前往台南，因为晚上要和台南的表弟碰头。这是壮壮的表弟，他的爸爸刚好也是壮壮爸爸的表弟。壮游记第6天的第一个景点是有台版亚马逊之称的4草绿色隧道。当时的我拍摄时说话还经常吃螺丝。
内海。台版亚马逊河。哦，台北亚马逊，台湾台版亚马逊。台版亚马逊，好。刚说完台版亚马逊，开船后就看到了很应景的尚未完工的古神庙。据说此文明在一夜之间消失，从此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未解之谜。这样的展开也是非常符合这个景点了。我们这个看到山地上呢，会有一些小螃蟹、烧河蟹、小树，所以这里面去如果还不错，搞不好你就能够想学习啊。然后这个感受沟呢，之前我是那边，其中有一段其实还挺有亚马逊的感觉，只是刚开始有点感觉，便在前方看到了人工的痕迹，一处类似围墙的建筑，那应该是亚马逊的边缘了。河道实在是有点短，全体人员穿上救生衣上下船坐定，用去10分钟。抵达边缘的路程10分钟，再10分钟返程，这就是售票导览处介绍的行程需要30分钟。下一个景点是位于台南七股的国圣灯塔，这里应该不算是一个热门的景点，但我为什么执意要去呢？因为集齐台湾的东南西北4座灯塔，可以交换一个小壮壮呀。校长，我们现在4点多。坐阿里山的小火车去看阿里山日出，已经好多人了。阿里山小火车5点10分开，要坐半个多小时。这个小子穿的满身厚衣服，身上气温11度现在。前一天我们从台南驶达阿里山入住，早早入睡，因为这一日行程的第7日，我们要坐小火车去阿里山山顶看日出啦。当日清晨的温度是11度，虽然也不算特别低，但是在光明还未出现的那一刻，总是让人觉得寒冷，非常担心壮壮会着凉。阿里山坐小火车看日出是我觉得本次行程中最精彩的一个景点，因为本身就非常爱山，又有日出这一充满惊奇的景观，还有小火车这一充满趣味的交通工具，整体糅合在一起，让我会想再来一次。下山途中在小火车上左边拍拍右边拍拍，非常欣喜。回饭店又补睡了一下，去往香菱神木走一走，空气超清新，并且再把口罩作为日常的疫情当下，因为没有其他游客而摘下口罩，贪婪地呼吸着周围红桧木散发出的植物香气。这一棵就是香菱神木，有着2300年历史的红桧树，树围达到了12.3米，以当时壮壮的身高来算，需要17.3个壮壮头脚相连才能绕这棵神木一圈。在神木下喂完奶，希望壮壮能像神木一样高大挺拔。阿里山小火车拜拜啦，下次再来乘坐，我们就要下山了。阿里山下山的路况突然就起雾了，很可怕，妈妈要小心开啊。这个雾已经要散掉了。哦，要散掉了啊，可能只有上面雾比较大，下面就好一点。看云海升上来了。还好，小一点吧。老司机气定神闲，而我全程紧张。
此时有种坐飞机的感觉，不知道各位会怎样。但是我在起飞那一刻，脑海里想的总是，基友们，出事的话要死就一起死吧。小可爱已经自己在安全气座上睡着了，睡着还不忘拿着小锤子。我记得第8天上午我们去了日月潭，或许是从小教科书里把日月潭描绘得如何之美，而实际看到觉得落差挺大，所以并没有拍摄任何影片素材，稍作停留就转而上了清境农场。站长，我们现在在哪里？合欢山国际暗空公园，是一个看星空的地方。然后现在一片大雾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刚刚到了台湾公路能到的最高点武岭，3400海拔，但是也是一阵大雾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壮壮今天没办法爬合欢山了，人生第1座百岳挑战失败，下次再来。啊，小朋友会不会冷？小朋友不会冷。现在我们在清境农场。有很多小羊，壮壮很喜欢看小羊。小羊嘞，小羊在这里，这里的小羊，你看小朋友很喜欢小羊，他要去摸了。小羊跑掉了，小羊怕小。小羊怕熊小。没想到清境农场就是本次壮游记的最后一站。看完马术后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在夕阳下驱车驶向台北的家。或许是太累了，带孩子长途真的很折腾，随身尿布、奶瓶、玩具、澡盆、衣物、洗奶瓶、刷、热奶器等等等等。妈妈全程开车，而爸爸全程在后座安抚壮壮，无时不在消耗体力，并且每天都要算好时间，到哪里可以喝奶。不过想想也挺对，父母本就是爱折腾之人，否则也不会从上海折腾到台北生活了。在剪辑影片的当下，发现真的很久没有出去旅游了，似乎在2个小孩的成长与一地琐事中耗尽了精力。对比当时影片和现在的自己，2个小孩的操劳程度绝对是1加1大于2的，才让现在自己白发多了许多，而面色也憔悴了不少。不行啊，壮壮，爸爸才40岁啊，人生之旅才过一半，日后还有很多地方要和你、和妈妈、和妹妹一起去浪迹呢。我们的下一段旅程会在哪里呢？暂且先保重身体，留待下一次折腾吧。